婉晴要是知道自己得了艾滋，肯定接受不了，还是先瞒着她。这3天我要好好呵护她，找机会让她吃下阻断药就没事了。这个渣男，当年因为出国抛弃婉晴，如今才刚回国，婉晴竟然对他还有旧情。不要！别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宋天明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吼什么呀？我有病？我是你丈夫，你坐在别人男人腿上如胶似漆的，你不需要给我个解释吗？这医院大厅伤员太多，我只是心疼婉晴腿上的伤，让她坐我腿上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只有自己没出息，才会把别人想的那么恶心。是啊，北川那么绅士，你竟然这样想我们，你让我的脸往哪放啊？绅士？他都把你的手指放到嘴里面了，这是绅士所为吗？我那是看到他手指出血了，才会一时紧张给他止血而已。够了，北川那是为了我好，人家不嫌弃我的手脏，要不你来。医生说，婉晴现在感染艾滋，血液是最重要的传播途径。我不能，我只能给你贴创可贴。宋天明，你竟然嫌弃我！你不心疼婉晴，还不让别人呵护，你配做她丈夫吗？既然你履行不了爱婉晴的责任，那婉晴就由我来。你别碰她，她是我老婆。你别对她动手动脚的。你现在知道我是你老婆了，刚才怎么那么嫌弃我呢？宋天明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北川和婉晴上学时就是天生一对，要不是北川出国深造，婉晴才不会被这种货色捡漏。就是，人家北川现在不仅是海归，还加入君临集团，为林婉晴的公司带来了10亿融资，哪是这废物能比？这10亿融资是小意思，只要婉晴想要，我都能给。10亿融资？你是君临集团安排下的融资经理？君临集团的融资是给婉晴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要不是北川，君临集团会给我投资吗？婉晴，如果我说君临集团的融资是我给你安排的，跟陈北川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你信不信？来，这是君临集团融资会的项目合同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上面签字的人是谁？这还真是北川的亲笔签名，有些人吹牛还真是不打草稿。哼，真是丢人丢大了。宋天明，你给我过来。你有完没完啊？你非要当着我老同学的面把我脸丢尽了，你才开心吗？婉晴，我只是想让你离陈北川那个渣男远一点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要不是你没出息，我一个女儿用得着天天泡在路面风场做戏吗？人家北川年纪轻轻就是君临集团的融资经理，你要是有个一半，我用得着这么辛苦吗？我不是没出息，我只是想在家多陪伴你们，多照顾你和女儿啊。我想要的不是一事无成的温柔，我要的是事业心、上进心，你懂不懂？天明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不求你大富大贵，我只希望你能好好陪伴我，哪怕你一事无成。医生说，服用阻断药前不能动怒。算了，这3天婉晴的身体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老婆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生气了。行了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你去接悠悠放学，我送北川出院，我们之间还有合作要谈呢。婉晴最近一定是有误了，所以才会等融资成功后，她一定会放下。悠悠，爸爸，你怎么穿这么寒酸来接我？没有啊，这不挺帅的吗？来，公主请上车。这都下雨了，脏死了，我才不坐。不脏，爸爸出门的时候刚擦过。你看，不脏。再干净，不还是破摩的吗？别人家爸爸个个开豪车，再看你，真是丢人。陈爸爸，我好想你啊！天明，北川非要来接悠悠，我拗不过就让他过来了，你别多想啊。陈爸爸，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
悠悠，我和陈叔叔又还有事儿呢，你先跟爸爸回去。我不要和脏兮兮的爸爸坐破摩的，我要坐陈爸爸的豪车，不然我就不回家了。悠悠，宋天明，要骑个小破驴来接悠悠放学啊？你就不怕悠悠的同学看到笑话？就是，要是陈叔叔是我爸爸就好了。悠悠，你真的觉得爸爸这么丢人吗？是，我才不要和你坐破摩的，我要坐陈爸爸的豪车。走喽。抱着爸爸好有安全感，爸爸就这样接悠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只要悠悠不嫌弃啊，爸爸会一直陪着悠悠的。坐好了，出发喽！天明，童言无忌，你别当真啊。悠悠，如果你喜欢坐豪车的话，爸爸回头给你买一辆。你先跟爸爸回家，你看，爸爸还给你买了你最爱喝的酸奶呢。我不要，骗人精！你知道陈爸爸的车要多少钱吗？你一辈子都买不到那样的豪车。陈爸爸，我们走。哦。天明，这悠悠还小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小孩子有点虚荣心不是很正常。为什么他会叫陈北川陈爸爸？是谁教他的？我不都跟你说了，小孩子有口无心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宋天明，你有功夫在这里吃醋，你不如想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失败的父亲。如果你是一个称职的父亲，他为什么会叫别人爸爸？妈妈上车。连女儿都嫌弃我，难道只有有钱的爸爸才是个好爸爸？不知你我有几次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做了晚饭，一直在等你们。北川非要拉着我们去外面吃，所以这几个菜我都吃腻了。陈爸爸带我吃的可是米其林餐厅，还给我买了限量版芭比娃娃。陈爸爸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如果陈爸爸是我亲爸爸就好了。悠悠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。就算他没出息，但他也是你爸。我才不要他这样的爸爸。你看吧，一事无成的男人，连孩子都看不上。我一事无成，当初是你想创事业，我在家照顾家庭，现在不就是你当初想要的吗？所以说，你觉得你的无能是我导致的，是我拖累了你？那这10年，你都为这个家做了什么？10年，在你眼里，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你和女儿，这难道都一文不值吗？是，这10年来，你劳苦最多，你付出最大，那我要不要把这10年的保姆费发给你啊？原来我10年的付出，在他眼里就只是保姆。愣着干什么？过来给我捶腿。老婆，我知道你工作很辛苦，要不之后3天你休息吧。我们2个人好久没有过过2人世界了，不要烦心工作，也不要喝酒应酬，就当陪陪我，好不好？你疯了！我要工作，我要养家的，难不成像你一样在家当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家的压力都是我在撑着的？我可以陪你10年，怎么让你陪我3天你都不愿意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啊？我真的是受够了！你有这心思，不如放在女儿的身上。明天就是6·1了，你不如想想要送她什么礼物，免得又被北川伤你的玻璃心。玻璃心，既然你们不喜欢低调，那我就高调给你们看。姐，明天我要给我女儿一份惊喜。姐，收到礼物了吗？这可是曾经赫梅拉公主的皇冠，价值5个亿呢。不就是5个亿吗？
我女儿值得拥有最好。哎，对了，姐，安排舞蹈家梁丽萍收悠悠为徒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已经安排好了，她是我们君临集团的首席舞者，能收悠悠为徒，她求之不得呢。那太好了。陈爸爸，你送我的礼物，悠悠好喜欢。悠悠喜欢就好。陈爸爸，你能做我的新爸爸吗？宋天明，你就送女儿这么廉价的塑料礼物？你看看人家北川，随便送女儿一个礼物就是价值10几万，你再看看你，这不是玩具，这是曾经赫美拉公主的皇冠。宋天明，一个真正的赫梅达公主皇冠，价值几个亿，你竟然拿一个假货欺骗自己的女儿，宋天明，你还配做悠悠的爸爸？宋天明，俗话说生是欲，养是情，托举才是。你连送女儿的礼物都是假的，你让悠悠怎么喜欢你？这就是你说爱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爸爸了。悠悠，这不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你说谎，我不相信。当一个男人没有尊严，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或许错的不是礼物，而是我。请问你是悠悠小朋友吗？你就是舞蹈名家梁丽萍老师吗？这位就是悠悠小朋友吧？我特意来收他为徒。梁老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舞蹈名家，悠悠一直视你为偶像。北川，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，对吗？杨丽萍，我不记得联系过这位舞蹈大家呀。梁老师，你真的要收我为徒吗？没错，君临集团对我有恩，能收小姐为徒是我的荣幸。君临集团，北川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你。陈爸爸，这个惊喜我好喜欢。果然，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或许我真的是那个多余的人。天明，你悠悠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女儿都去认别人做爸爸了，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？好，我不跟你争辩了。今晚北川要办庆祝宴，我们就不回去吃饭了。你不许去。我必须得去。这次庆功宴，北川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是我结交人脉的好机会。你不要拖我后腿行吗？融资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，但是你这3天绝对不可以喝酒，要不然你就没命了。你有病吧？什么死不死的？好，我不喝酒总行了吧？你不会连我的人身自由也要限制吧？我要你发誓。好，我发誓不喝酒。你别闹了行不行？婉清，对不起，你不能喝酒，否则 HIV 阻断药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。干杯！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婉晴，你跟北川必须喝一个交杯酒，交杯酒，喝一个交杯酒吧。姐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呀？那这阻断药你也不想要了？阻断药，谢谢姐。这阻断药全球供应紧张，就搞到了这么一颗，赶紧拿去用了吧。夜色酒吧，这交杯酒都喝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该亲一个了？是啊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这不合适。爸爸，亲一下妈妈，怎么不合适？婉晴，今天是6·1儿童节，孩子伟大，就为了让孩子开心一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天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你们恐怕今天晚上就要睡在一起吧。你能不能不要把人想那么肮脏？我跟北川只是在哄孩子。哄孩子？哄孩子用你去亲你的前男友吗？是我让妈妈亲的，我就想让陈爸爸当我的亲爸爸。再说一遍。苏天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吓到孩子了。悠悠，爸爸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你滚！
开，妈妈，我才不想要这个爸爸，我要陈爸爸当我的爸爸。老婆孩子都嫌弃，做男人做成这样，真是没脸啊！没本事，没能耐，还没出息，怪不得老婆孩子看不上呢。这10年里，我每天为了家里奔波，可你呢？你带给我的只有悔恨。早知今日，我就不应该是，不应该嫁给我，对吗？林婉晴，10年前是你告诉我说你想过平凡人的生活，你知道这10年我放弃了多少吗？年轻的时候以为友情饮水饱，可现在才发现，一贫如洗的真心才是一文不值。我真是后悔没有早点认清你这个窝囊废。窝囊废？好，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，对吗？那我成全你，给你自由。你说什么？成全我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好啊，离就离，我早就受够了。离婚可以，不过我要先把这个药吃进去，我们夫妻从此两不相欠。什么药？解酒药。婉晴，你不要上他的当，他控制欲这么强，这个药肯定是让人听话的小药丸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你。这也太无耻了吧！就算你要离婚，你也不能对婉晴做这么无耻的事啊！不是的，我没有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说，这不是听话的小药丸。宋天明，我们同床共枕10几年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卑鄙无耻的人，你简直让我恶心！哎，不要！哎，不要！林婉晴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后悔，怎么就嫁给了你？我们离婚吧。好，我同意跟你离婚。婉晴，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你，当年是我错过了你，这次我不会让咱们的缘分溜走。嫁给我吧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！妈妈，你就同意吧，陈爸爸才是我理想的爸爸，你快答应吧。婉晴，我发誓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明天的融资会上，君临集团那10个亿的会员一定会万无一失。我答应你。好耶，陈爸爸终于是我亲爸爸了。婉晴，我会爱你一辈子，给你想要的生活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天明，我不求你大富大贵，我只求你好好爱我，陪伴我。10年，我的付出你们视而不见，是时候跟不堪的过去做一个告别了。天明，融资会明天照常举行吗？举行，而且我要亲自主持。婉晴，悠悠，我曾经以为你们就是我的全世界，可今天我才发现，你们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我的位置。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你们。少爷，车已备好。天明，天明，我拖鞋呢。天明，撕哪儿去了？我脚都要疼死了。天明，离婚协议。宋天明，昨天晚上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，别当真了。离就离，妈妈，你离了婚是不是就可以嫁给陈爸爸了？你给我闭嘴，他才是你亲爸爸。是你的，天明生病了。妈妈，爸爸就是那个假病历本装可怜，他就是想引起我们同情，你别被他骗了。真幼稚，净玩些小孩子玩的把戏。
等我处理完融资的事情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哟，陈总，好久不见！这融资会的手笔啊，真是够大的，以后还指望您多多提携。哪里，刘总言重了，以后啊就跟着君临集团，保你前途无量。是，一定誓死相随。北川真是厉害，我就知道我的选择没有错。今天这场融资会是我特意为婉晴举办的。今天不仅君临集团的美女副总宋雅会亲临现场，而且据说宋家的太子爷也会来。啊，真的？真的。太子爷就是那个为了女人被判出家族的首富继承人。没错，只要我们攀上这位太子爷，不仅会一步登天，还会飞黄腾达呀！太好了，不过据说这个太子爷为了女人，把这1000亿的家产都给抛弃了，真是重情重义。我要是那个女人，我做梦都会相信的。你羡慕他做什么？做我的女人，我一样可以让你做梦都笑醒。讨厌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有请我们今晚尊贵的客人，我们君临集团太子爷隆重登场。宋天明，他是君临集团的太子爷。把手牵好，不要太惊讶。宋天明，你怎么来这里？还敢冒充太子爷？你真是胆大包天啊！宋天明，你干什么？你冒充谁不行？你居然敢冒充君临集团的太子爷！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啊？林小姐，我幼不幼稚和你无关，我是不是冒充的，待会你就知道。宋天明，别人不知道你的身份，难道我还不清楚吗？你一个不学无术，10年来靠老婆养活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参加这场融资会啊？我是废物，那你是什么？利用职位之便勾搭别人老婆的烂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够了，宋天明，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今天是我跟君临融资签约的大日子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胡闹。我们之间的事，等融资会后结束，我再跟你解释好吗？解释什么？你已经答应了陈北川的求婚，你还跟我解释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对别人的未婚妻不感兴趣。好，我们之间的事，我们之后再说。但是你今天竟然敢冒充君临的太子爷，如果被上面的大人物知道了，我也救不活你。趁他们现在还没来，你现在赶紧滚出去！让我滚出去？你确定吗？如果我出去了，可能这个融资会就会取消了。够了！这场融资会是我一手操办的，我绝不允许你这种废物把它给破坏。婉晴，一会儿宋总来了，如果看到他冒充太子爷，一个不开心，就把我们公司10亿融资给取消了。宋天明，你赶紧滚回去，不然别怪我不念及夫妻情分。夫妻情分？你跟他喝交杯酒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有夫妻情分？你接受他求婚的时候，有想过我们的夫妻情分吗？你纵容女儿叫他爸爸，你有想过我们有夫妻情分吗？林总的女儿竟然喊陈总爸爸，真是太过分了！怪不得人家老公来到场了，林总该不会是婚内出轨吧？你们别听他们胡说，我跟陈总只是工作关系，我们2个清清白白。我林婉晴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丈夫的事情。没错，我和婉晴本来就是初恋情人，是他在我出国留学期间分了空子。婉晴本来爱的人
就是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有钱人终成眷属啊！宋天明啊，识相的马上就给我滚出去！你再这么作死下去，你不仅会搅和了融资会，你还会害了你自己，甚至你还会连累婉晴，还有悠悠。宋天明，你听到了吗？你非要害了我和悠你才甘心吗？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回去！我本来就是君临集团的太子，林小姐，我只是看你在公司太辛苦，让我姐给你公司融资10个亿。如果你还想要融资的话，你最好对我尊重一些。如果我心情不好，说不定我随时可能改变主意。你是谁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自己没出息，别毁了我和女儿的大好前程。那我求你了，好吗？林婉晴，我跟你生活了10年，为什么你可以相信所有人的话，你就不相信我的话？我在你心里就那么不堪？没错，这10年来，你没有做过一件上得了台面的事情。在这10年里，你给我的只有屈辱、卑微和悔恨。悔恨？我留给你的病历单，你有看吗？别以为你拿一个病历单就可以博取我的同情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看来你没有看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待一会儿你就知道真正该悔恨的人到底是谁。我宋天明以君临集团太子爷的名义宣布，鉴于林婉晴身患绝症，本次融资会取消。融资经理陈北川勾引有夫之妇，道德败坏，开除君临，全行业封杀。勾引有夫之妇，道德败坏，开除君临，全行业封杀。他宣布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真是捅了天了！这混蛋是铁了心的想害死林总。诅咒林总，侮辱君临集团高管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把他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，打死他！对，打死他！来人！宋天明亵渎君临集团，罪该万死，给我就地处决！我看谁敢！宋总您好，我是正丰集团的董事。宋总，我是建林地产的。宋总，融资会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顺利进行了。你们刚刚在吵什么？哦，宋总，刚刚就是在处理一些扰乱会场的小老鼠。这位呢，就是君临集团的大小姐宋总。宋总，久仰大名。宋总，她就是您点名要融资的晴天集团 CEO 林婉晴，同时也是我的未婚妻。你的未婚妻？我怎么听说她有老公啊？宋总，刚才的事都是误会。宋总，婉晴确实有一个无能的老公在纠缠她，但是婉晴也答应了我的求婚，也算是我的未婚妻吧。北川说的对，我们还没有离婚呢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以他未婚妻的身份自居了？宋天明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废物，他才会抛弃你，选择了我。女人若不是攒够了失望，怎么会舍得自己离开？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自己没本事，还怪人家奔光明。人家陈总年轻有为，傻。结婚10年，都是我一个人在外打拼。既然你给不了我任何帮助，那就别在这里捣乱，做我的绊脚石好。够了！宋总，
他就是刚才扰乱会场的小老鼠，也不知道从哪儿钻进来了。我这就让人把他打出去。是该打出去。是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陈北川，我说的是他。宋总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扰乱会场的人是他，他看不下去婉晴选择我，才故意破坏融资会的。宋总，抱歉，是我没有处理好家事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处理好，不会影响今天的融资的。那你想怎么处理呢？我现在就把他弄走，绝对不会让他在这儿碍您的眼。宋天明，婚后你硬是在家躺平了10年，全家的担子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我已经够难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添乱了？我躺平？我为了你放弃了所有，在家里照顾你和女儿10年，我这10年的青春，在你眼里算什么？青春值几个钱？人家林总可养了他10年。一个大男人不在外闯荡，却在家做家庭主夫，说好听点儿叫贤内助，说难听点儿，不就是窝囊废吗？林总也是真能够忍的，这样窝囊的男人如果给我，早就把他给踹了。这10年，你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，只是在家里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。可我呢，我又是工作又是应酬，没有我的辛苦，你们吃什么喝什么？女儿的学费从哪里来？林婉晴，我付出的不比你少，我不出去工作，就是为了能更好的照顾你和女儿。难道我真的找不到工作吗？够了，别再说了。你现在胡搅蛮缠的样子，真的很让人看不起。你看不看得起不重要，我看得起就行。竟然能让宋总如此袒护，这人莫非跟宋总认识？连我都跟宋总说不上话，他这种人竟然能攀上宋总，真是走狗屎运了。宋总怎么会对宋天明这个废物另眼相看？宋总，您跟他有交情？我是实在忍不了了，才想替他说句话。陈北川，你身为君临的人，怎么敢去勾搭别人的有夫之妇啊？婉晴跟我是真心相爱，不被爱的那才算是第三者。不过，出于道德层面，确实影响不太好。这样，宋天明，我可以补偿你。哦，怎么补偿？你说来听听。只要你立刻离开这里，然后保证不再纠缠婉晴，我可以推荐你在君临集团保安队长一职，每个月有2万块钱。就这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稀罕。她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，有工作竟然还看不上，还有脸嫌弃上了。说不定就是咸鱼躺习惯了，想赖人家林小姐一辈子。宋天明，你就知足吧，没本事还挑上了，难道你真的想窝在家里一辈子吗？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好以施舍工作的方式来践踏我的自尊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活该被这样侮辱吗？百川给你介绍工作，那是好心的，就算他介绍的是保安队队长，那也是君临的。你知道君临有多难进吗？君临集团，我想进就可以进。哎呦，你还在这儿大放异词？就你这种废物，连君临的大门你都进不去，你以为你真是太子？我就是君临的太子爷，我自己家的集团，我怎么不能进？宋天明，你怎么敢？怎么了？人家太子爷的亲戚就在旁边，他竟然有点冒充。为了点可笑的自尊心大放厥词，宋总肯定不会放过他。何止啊，得罪了君临的下场，连累的可不只是他自己。宋总，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然敢当着您的面冒充太子爷，您发话，该怎么处置他？我立马执行。宋总，抱歉，他就是爱逞能、爱吹牛，他绝对不是有意要冒犯太子爷的。宋天明，赶紧跟宋总道歉。我又没做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好一个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！我劝你，现在就赶紧给宋总道歉。你自己作死也就罢了，
别搭上婉清和悠悠。宋天明，我哪点对不起你了？你真的要毁了我和悠悠的前途，你才开心吗？你别让我恨你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在闹？你明知道我有多重视这次融资的签约，为的就是给悠悠一个未来。我只求你别拦着，真的很难吗？这次融资对于婉晴的公司至关重要，宋总也是亲自莅临，就是为了支持婉晴的融资。如果这次融资因为你而破坏，你真是10条命你都赔不起。没错，我确实是为了他而来。有人向我极力推荐晴天公司，这就是我为他公司准备的10亿融资项目。多谢宋总，晴天集团一定会尽心尽力的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现在我觉得这项目也没有给你的必要。什么？什么？宋总这意思是要撤销给他公司的融资？看来被他那个窝囊废老公给牵连了。本来还羡慕他能被宋总看中，现在看来融资怕是泡汤了。宋天明，你一定要肆意妄为吗？如果因为你，宋总取消了这次融资，10个你都赔不起。不就是10个亿的融资吗？宋天明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都是遇到了你。我命令你，现在立刻跪下给宋总道歉。林婉晴，你就为了一个融资，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别人跪下道歉？我的自尊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比起这10亿的融资，你的自尊一文不值。若是你现在无法取得宋总的原谅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10亿合同很了不起吗？你疯了！这可是10亿的融资，还真是不知者无畏。这10亿的合同，竟然说死就死。他一个窝囊废，估计都不知道10亿是什么概念。为了点面子，如此背刺自己老婆，这个长鬼老公谁受得了？宋天明，你觉得自己这样很帅吗？你自己废物也就算了，你还破坏了婉清唯一的希望，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？这10个亿的融资本来就是我给的，我为什么不能死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装？你冒充军里的总裁，大家都当你是失心疯。你竟然撕了10亿的合同！如果这件事宋总怪罪下来，你是要坐牢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婉晴，得罪了君临集团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就算是为了你自己、公司还有悠悠着想，现在立刻和宋天明撇清关系。宋总，婉清是我的未婚妻，宋天明这事儿和他没有关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责怪他。是吗？宋天明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是。好，既然都已经这样，我也没什么要说的。姐，我跟你回家。我的好弟弟，就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你不惜叛出家门10年，值得吗？太可笑了，我放弃了所有，就为了照顾她跟孩子，结果换回来的却是他们的瞧不起。弟弟，我没听错吧？宋总竟然问他喊弟弟。宋总的弟弟，那不就是太子爷？天哪，那陈总抢的岂不是太子爷的老婆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是太子爷？陈北川，你身为君临的人，不仅认不出自家太子爷，还敢抢太子爷的老婆，你还想不想混了？宋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一定是冒充的。太子爷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女人10年洗手做羹汤？没错啊，宋总，我跟他结婚10年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他不可能是太子爷啊！闭嘴！我自己的亲弟弟，难道我认不出吗？他竟然真的是太子爷！有些人还真是鼠目寸光。各位，我跟大家郑重介绍一下，他宋天明就是我的弟弟，你们口中的君临太子爷，宋家的继承。16岁就超级考上了哈佛，提前毕业，更是带领集团拿下了多项100亿融资。只是可惜，10年前在继承家业的时候，他只身一人，为爱来到了这里。10年前，阿姨，
还好有你。婉晴，我现在全部身家就剩这枚戒指了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婉晴，我会爱你一辈子，跟你想要的生活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天明，我不求你大富大贵，我只求你好好爱我，陪伴我。这10年里，我和父亲曾多次劝他回来，可他却为了跟你过平淡幸福的生活屡屡拒绝。现在事实证明，这10年的付出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，看来是我们误会太子爷了。太子爷既然如此重情重义，可惜所遇非人，真情错付。那这样看来，算是林婉清瞎了眼，竟然包下金窝选狗窝。宋天明，你隐瞒了我整整10年。我从来没有想刻意隐瞒过什么，不过现在你也知道了。就算你是君临集团的太子爷又怎样？这10年里，不还是我一个女人在外奔波？你宋天明又为我做了什么？我来告诉你，他都为你做过什么。如果不是他暗中帮助，你以为你的小破公司能坚持这么多年？你以为你的女儿单凭学费就能上全市第1的贵族学校？就连今天的10亿融资，也是他暗自找我帮的。什么？这些不都是北川为我争取的吗？陈北川，他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，怎么能左右得了10亿的项目？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他。所以，这10亿的融资真的是你给我的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是你自己不信。这10个亿的资金是给我，我也有权利收回。当然，我的爱也是一样的。天明，你别走！你不是已经做出选择了吗？天明现在不想看到。各位，融资会就此取消。陈北川，我回头再跟你算账。完了，不完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天明，好啦，别伤心了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姐给你找更好的。我只是在想，都10年了，还没有捂热他的心。这爱情哪有事业重要啊？再说了，你没了女人，还有1000亿资产呢。现在就跟姐回去商定一下继承事宜啊。喂，什么？怎么了？咱们还是晚来了一步。二叔那个狼子野心的，居然把宋天昊弄回来做新总裁。天明，你先等我消息，我现在回去召开董事会。什么？我被降职了？是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小宋总好。小宋总。哎，小张，那个小宋总是？陈总，你竟然不知道，他就是咱们大小姐的弟弟，小宋总宋天昊。什么？他是大小姐的弟弟？你确定吗？当然，小宋总这次来就是直接空降到咱们集团做新总裁的啊。这位小宋总才是宋雅的弟弟，那宋天明这个弟弟，怕不是宋雅的亲弟弟吧？还真差点让这个废物给糊住。天明，你回来了，你快先歇会儿，菜马上就好，还有2个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疼不疼？痛死了！我最讨厌做饭了。那以后做饭的活就交给我，老婆你就等着吃就行了。那说好了，老公你要给我做一辈子的饭。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洗手啊！你喊我回来，说是要聊女儿的事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天明，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我最近确实跟陈北川走的有些近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我们不要离婚，行不行？你跟陈北川该做的事情跟不该做的都做了，你现在想挽回，是不是有点晚啊？不是的，我跟陈北川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。
你要相信我。你跟他亲吻、拥抱，甚至还夜不归宿，你跟我说是逢场作戏？宋天明，你凭什么不信我？你都以他未婚妻的身份自居了，我怎么相信你？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我都是清白的。要不是你这个做丈夫的给不了我底气，我用得着去依靠别人吗？我没有给你底气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想一想，你想要什么东西最后没有？公司的人都是吃软饭的吗？这点项目这么久都谈不成。没事的，老婆，说不定啊，明天合作公司的人就会主动找上来。老公，我们项目谈成了。太好了。我想让悠悠进最好的学校，可那所学校都是达官显贵的孩子才能进的。老公，你说我们多交点学费，是不是悠悠就能混进去了？老婆，你放心吧，咱们悠悠那么优秀，学校能收入悠悠是学校的荣幸。老公，我收到悠悠的入学通知了，太好了。对，你是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但是爱要说出来，你不说出来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但是爱要说出来，你不说出来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刚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说爱要用行动表达，现在又要用嘴说，反正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天明，我们不吵了好不好？悠悠和妈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，求求你别走。哦，我回来喽！说好了一家人的团圆饭，你竟然还叫上了陈北川。回家喽，婉清。宋天明，仗着勾搭上宋总，害我被降职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拆穿你！北川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闺女，你看看北川来接悠悠，还给我的老婆子带来一堆的补品，真是有心了。哎，这个干什么做呀？妈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今天是我们一家人吃团圆饭吗？婉清，是我打扰你们了，我这就走。妈妈，是我想陈爸爸了，才让他来接我的，不想让陈爸爸走。悠悠，你不能什么事都麻烦陈叔叔。这怎么能算麻烦呢？再怎么说，悠悠她也喊我一声爸爸，我这怎么得也做一下爸爸的责任。还是北川可靠，比起自己的女儿放学回来连一声招呼都不打的亲爸，明显人北川更像悠悠的爸爸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天明他也是才刚回来。天明，你快帮妈把东西拿进去。阿姨，还是我拿吧，咱们怎么能麻烦尊敬的太子爷呢？什么太子爷？阿姨，您不知道啊，今天早上的融资会上，宋天明可是当众宣布他是君临的太子爷。不可能，他那个窝囊废怎么可能是太子爷啊？我也正奇怪呢，我刚从集团出来，集团这会儿正在接任太子爷做新总裁。婉清，你说这君临的太子爷会有点可怕？天明，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太子爷很重要吗？如果我不是太子爷的话，你是不是不会叫我回来？怎么会呢？我今天就是想让我们一家人吃个团圆饭。那他呢？人家北川怎么了？人家北川又是给悠悠找名师，又是给我买补品的，我请人家吃个饭，难道不应该呀？阿姨，别这么说，我和婉清的关系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哎呦，北川，阿姨以前都可喜欢你，你要是阿姨的女婿就好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吗？看你那个窝囊废，我就来气。我当初就不应该心软让你嫁给我。如果再等2年，
说不定就给北川过上好日子了。行啊，如果你想要他做你女婿，我可以让位。天明，你别走行不行？看来他还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，不能让他再意外传染给悠悠了，还是留下，直接告诉他实情。天明，留下来行不行？真是幼稚，有本事你就真走啊！悠悠，万青，你不要凶悠悠，该走的人是我。阿姨，你们就吃饭吧，我先走了。不要，我不要陈爸爸走。悠悠乖，陈爸爸不走，你的爸爸该不开心了？我才不管他开不开心，要走的人还是他。这就是我辛苦养大的女儿。悠悠，别哭啊！谁走，你陈爸都不会走。林万强，今天你如果让北川走了，以后就别喊我妈。天明，北川他帮了我们很多，来者都是客，要不今天我们就一起坐下吃个饭吧。随便你。来，快坐。哎，悠悠都多大了，你让她自己吃。爸爸说的对，悠悠你想吃什么自己夹。哼，自己夹就自己夹。陈爸爸，你尝尝这个，这可是我妈妈的拿手好菜。这个我知道，以前你妈妈经常做给我吃。北川，你要是喜欢吃，一会儿让婉晴常给你做，别客气啊。天明，你很久没有尝到我做的菜了吧？尝尝我的手艺。你不喜欢吃这个啊？那尝尝这个。哎，你别给我夹，我不吃。宋天明，你之前在医院就嫌弃婉晴，不给她止血，现在连她家的菜你不嫌弃。宋天明，你是有多嫌弃婉晴？我都已经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了，你还在耍脾气，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我从来都没有耍脾气。我给你夹的菜你就不吃，还不是嫌弃吗？因为我不喜欢吃，可以吗？你说谎，明明你之前说你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。有些人啊，拥有了之后就不珍惜，嘴上说着爱呀爱呀，但其实啊，连老婆的口水都嫌弃。宋天明，你一个靠女人养的窝囊废，有什么脸嫌弃我女儿？我们10年的时间，没想到你竟如此嫌弃我。我不是嫌弃，我是不能，因为你口水里面有病毒。病毒？你现在嫌弃我口水脏了？你没亲过我吗？你当初求着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嫌弃？我没有。你没有婉晴给你夹的菜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吃。宋天明，你变了。婉晴，我说过，他会嫌弃，我不会。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后悔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会像你一样无能，还嫌弃自己的老婆。你看看人家北川，再看看你，处处都不如人家。人对婉萍的爱都这么的虚伪。妈妈都不嫌弃你没本事，你竟然敢嫌弃妈妈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爸爸？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嫌弃。给你夹菜你都不喜欢吃，这还不叫嫌弃？连自己老婆口水都嫌弃的男人，那8成是外面有人。宋天明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。哼，你走，你给我滚！我们这个家不欢迎你。够了！好你个宋天明，你竟然敢打丈母娘！哎呦，我造了什么孽呀！哎呦，你嫌弃我就算了，你还对我妈发脾气，你还算个男人吗？我算个男人吗？行，没错，我就是嫌弃你，行了吧？宋天明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你那口菜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被你传染艾滋病。你说我有艾滋？没错。婉晴，你别相信他，他肯定是为了报复，故意恶心你。你竟然污蔑妈妈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爸爸？我当初就不让你嫁给他，现在好了吧？真是癞蛤蟆不咬人，不膈应人。宋天明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无耻的人。我没有必要骗你。自从你前天出车祸去医院就确诊了艾滋病，
我怕你受不了，所以一直瞒着你，找人给你买了阻断药，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。可你呢？阻断药？不要！想起来了吧？就是你当着众人的面扔掉那颗药，就是唯一可以救你命的艾滋病阻断药。不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出车祸顶多就受伤，怎么可能感染艾滋？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！真是无知！出车祸人员里面有艾滋病的患者，而林婉晴的伤口与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引发交叉感染，明白了？你别再编了，这里没人信你。你说的话我们一个字都不信。说谎话是会被雷劈的，你这样做我爸爸只会让我感到耻辱。你说我确诊了艾滋，诊断单呢？早上的时候我把病历本还有离婚协议都放在桌子上，你应该没有看吧？那个病历本不是假的吗？这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竟然真的确诊了艾滋病！哎呦，造了什么孽呀！妈妈真的得了艾滋病。她有艾滋，我。不要！我说过，他会写字，我不会。我希望你不要后悔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陈北川，我劝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吧。陈北川，我劝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吧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哎呦，婉晴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林婉晴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最相信的你。天明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不信任你，我也不应该把那一颗阻断药给毁掉。我现在已经意识到错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份阻断药？不行。不行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我们结婚10年，你说过这辈子都要好好照顾好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的。天明，你对我真好，没有你，可该怎么办呀？老婆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苏天明，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冷静点儿。我冷静不了一点儿。我跟北川走那么近，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在生死关头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爸爸，你不能不管妈妈，你之前都能买到药，这次再买一次怎么了？天明，婉晴可是你老婆呀，天明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呀！你有什么气，朝我身上撒，我给你跪下还不行？妈，别跪。宋天明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说爱这个家，可是呢，你连一个救命的药都不肯给我找。上次你毁掉的那颗药，就是唯一一颗。艾滋病阻断药。药怎么可能只有一颗？你分明就是不想救婉晴。不是我不帮忙，由于现在全球阻断药供货不足，一药难求。这10年，我没有跟你享过一天的福。我现在生病了，你还对我不管不问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我问心无愧，且不说现在没有药，就算有药，过了72小时也是没有用。你不是君临的太子爷吗？你一定有办法找到，对不对？你
你是不是还在意我跟北川？我发誓，我以后跟他保持距离，好不好？林婉晴，阻断药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证明。喂，婉晴。北川，我是一个有家庭的人，请你以后跟我保持距离。婉晴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宋天明的鬼话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都被他骗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得艾滋。婉晴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现在就在医院。如果你真的有艾滋病，那我的检测报告为什么显示未感染？他给你的报告肯定是伪造的。北川，你确定吗？我100%确定，而且我今天在集团里看到了真正的太子爷宋天浩，他宋天明就是个冒牌货，但是他能让宋总那么佩服他，他俩的关系肯定不一般。多谢北川，我知道了。宋天明，我没想到你是如此卑劣之人。我卑劣？婉晴，什么情况？我刚才听你说感谢北川，是北川给你找到药了吗？我没有病，找什么药？林婉晴，是不是陈北川又跟你说什么了？没错，我和他之间，你永远选择相信的是他。我不选他，难道选你啊？我没想到你为了报复我做到这种地步。你现在看我苦苦哀求你的样子，你是不是很爽啊？你疯了吗？我疯了？我看疯的是你吧？你就是看我跟北川走得太近了，所以你联合宋雅假冒太子爷，还拿了病历说我得了艾滋，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？什么？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你还在装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够了！要不是刚刚北川告诉我，他检查之后未确诊，还在集团见过太子爷，我真的就被你骗了。行，既然你这么相信他，那你就别后悔。我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没有相信你，我做的最后悔的选择就是选择了你。婉晴，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得艾滋，是这个废物在欺骗我们？我就知道妈妈没有病，你竟然敢拿妈妈身体来骗人，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爸爸。我够了，我不想听你圆谎了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经验没有，赶紧滚，别给他碍眼。走！你松手，我自己会走。林婉晴，你好自为之。我以后绝对没有你这个爸。容我前世与你几次回眸。我为这个家操劳了10年，换来的却是被赶出家门。我好不容易才找来你这个得力助手，天明真是不给力，居然跑来这儿来喝酒。没关系的，宋雅姐，只要能帮上天明，我肯定是不留余力的。你呀，天明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福气，能让你阮大小姐如此青睐。可惜啊，我们还是有缘无分。走吧，我们先上去。宋天明，你现在还有闲心在这喝酒？姐，你说我陪了他10年，怎么还抵不过他初恋回来的3个月啊？你为了一个势利眼女人，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，你可是君临的太子爷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宋雅姐，别骂了，我觉得
这恰恰是天明的优点，能为了自己喜欢的人任劳任怨10年之久，专一又真诚。我就是欣赏这样的他。他当初拒婚离家出走，还让你沦为圈内的笑柄，你还这么夸他？你是阮家小妹？是我天明，好久不见。认出来了，咱们阮宋两家可是世交，当初你联姻的对象也是他。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女人，灵玉现在才是你的妻子。姐，你别提那些好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今非昔比。我现在怎么配得上人家阮小姐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时间带给你更多的是可靠和专一，这样你更加有魅力了。喂，哦，公司有事儿啊？好，我马上回去。灵玉啊，我这边有点急事儿，我就先回公司了啊。这小子我就交给你了啊。姐你，天明，明天的股东大会你记得参加。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阮小姐，我姐她……一起喝一杯吧，就当庆祝我们久违重逢吧。阮晴，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在说什么呀？你喝醉了。把我当什么？我送你回家。妈妈，他是谁啊？他是你宋叔叔。哦，是宋叔叔啊，这就是妈妈给娇娇惹的爸爸吗？娇娇，你先出去啊，妈妈等会儿再跟你说啊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妈妈你们再多说会儿也行，拜拜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哈，刚才那个小调皮鬼是我女儿阮娇娇。没事，不过我这是在哪儿？我们俩昨晚……我们昨晚都喝醉了，你放心，就算喝醉了你也很绅士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的。抱歉，打扰到你了。其实你不用跟我道歉的。我去看看我女儿。你不是要参加股东大会吗？起来洗漱吧。家世可以，身高足够，长相过关。既然妈妈喜欢，这门婚事我同意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还没明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同意你当我爸爸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乱说的。没什么，你女儿挺可爱的。你也不错，起码眼光挺好的。好啦，先去做吧，早餐马上就好。我妈妈呀，可不经常下厨，听早心准备。抱歉，我厨艺可能不太好。妈妈，我怎么记得荷包蛋不是这个颜色啊？有的吃就不错了啊，小朋友可不能挑食。好了，我再去做2顿吧，很快就好。来喽！哇，快尝尝，好吃啊！跟这一比，妈妈你做的根本都没法吃啊！天明，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呀！就是普通的早餐而已，快吃吧。辛苦了，你也一起吃。我为林婉晴母女做了10年的饭，也没得到一句辛苦。他们不仅看不到我的付出，还只会嫌我没出息。这些都是舞蹈的奖杯吗？对，娇娇喜欢跳舞，但她是我领养过来的，
别人都不看好他，可他偏偏最争气。这些奖杯都是他靠努力换来的。这么多奖杯，那娇娇真厉害。其实我女儿悠悠也喜欢跳舞。那你女儿能有你这样的爸爸，真幸福。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爸。可惜，她不想要我这样的爸爸。为什么啊？娇娇觉得宋叔叔很好啊，不仅人温柔，做饭也好吃。那好啊，以后宋叔叔经常给娇娇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诶，娇娇喜欢宋叔叔。宋叔叔也喜欢娇娇呀。如果悠悠也像娇娇这般喜爱我就好了。好了，天明，该出发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好了，谢谢。我们之间不用说谢的。宋叔叔，你低下头好吗？怎么了，娇娇？哎呀，宋叔叔，你愿意做娇娇的爸爸吗？别的小姑娘对我百般喜爱，亲生女儿却对我各种嫌弃。宋叔叔，你不愿意做我爸爸吗？不是的，就算宋叔叔不是娇娇的爸爸，叔叔也会对娇娇很好的。好了，娇娇，你宋叔叔要赶去开会呢，快去吧，别迟到了。抱歉，玲玲，我本就是个失败的丈夫和爸爸，怎么能再去耽误你和娇娇呢？你们说最后能继承我们君临的会是哪一位爷呀？太子爷离家出走10年，这继承人之位，明显是二爷更有胜算呢。那可不一定，毕竟太子爷才是顺位继承人。这些年我在集团的产业历练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。他宋天明为了一个女人叛离了家门，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，他哪点比我强？他哪里都比你强。你说他比我强？哦，你说的是做饭吧？那确实比我强啊。宋天浩，你别忘了，现在集团的总裁还是我。你要是再嚣张，就给我滚出去！这个点儿，宋天明还没有过来，那他肯定是不敢来的呀。那你这总裁之位，马上不就是我的了吗？到时候咱俩到底谁滚出去还不一定呢。你，谁说我不敢来？天明，你来了。太子爷，10年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您回来了。我看有些人还敢怎么嚣张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君临的主位上只可以做掌权人和继承人，还不快滚下去！他不是都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了吗？怎么气场还这么强？你不说话，难道是想让我亲自动手帮你吗？谁需要你帮啊？我自己会走。到时候咱俩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各位，我回来了。天明，欢迎回归。太子爷离家10年，不但锋芒依旧，还比以前多了一些沉稳啊。既然太子爷回来了，那这个新总裁的位置就没有再争论的必要了吧？话说的有点早了吧？自古王权以来都是论功论绩，这10年来我为公司创造了那么多的价值，他呢？若要论功，你这10年的成就加起来都比不上天明。他一个从毕业就跟着一个女人叛离家门的人，他能对集团有什么功绩啊？不知者无畏的。天
天明可是16岁就哈佛毕业进入集团，18岁凭一己之力带领集团成为行业领头羊，为集团创收起码100亿。你拿什么跟他比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呢？山不言高，自危恶，只有弱者才会满世界的宣扬。二爷进集团晚，太子爷又很低调，你不知道也很正常。不过太子爷当年带领集团创造的神话，确实让我们记忆深刻呀。那又怎么样？今非昔比，商场如战场。现在的商圈可不是单凭他靠运气就能混的。你把天明的能力归结为运气，那有本事你也凭运气为集团拿下100亿创收啊！运气这东西可不是说来就来的，有运气也是一种实力。我相信用我的运气加上我的实力，一定可以带领君临集团上一个新的高度。太子爷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，君临在他的带领下，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没错，我也支持太子爷宋天明接任新的继承人。支持，支持，支持。既然大家已经意向明确了，那我宣布，新任总裁的位置由天明继承。我不同意。慢着，我不同意。爸，哟，这不是我那个为了个女人离家出走10年未归的窝囊废大侄子吗？怎么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？知道回来了啊？二叔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二叔，这么多年未见，您这为老不尊、说话难听的毛病还是没有变啊？怎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身为君临太子爷，跑去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，听说2天前还当众被那个女人给踹了。你说这不是窝囊废，这是什么啊？对，像这样的废物，他就不配做君临的继承人。天明已经获得了全部股东的支持，继承人的位置非他莫属。宋雅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帮自己的弟弟掌权呢？别忘了，你二叔我也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，我不同意宋天明继任新总裁职位。对，我爸手里的股份占30%之多，他老人家的话，你们敢不听吗？二叔，你的股份是不是？但是君临并不是你的一言堂，其他股东伯伯你都不会放在眼里。宋董，你股份是多，我们这帮老家伙加起来的股份也不比你少啊。说起股份，那最多的不还是董事长？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老不死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堂弟，陈伯伯可是我们君临集团资历颇深的元老，你怎么可以对他们不敬呢？人家尊称你声二爷，那是看在宋家的面子上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？你天后，陈伯伯道歉。爸，对不起，陈伯伯，是我目中无人，目无尊长。哼，我可不敢接受二爷的道歉。以我的想法，这个继承人呢，肯定是太子爷最适合。人太子爷不光能力过硬，人品也靠得住，我也支持太子爷。怎么着？宋天明离开商圈已经长达10年之久，这世界变化如此之大，你们怎么敢肯定他现在有这个能力啊？各位放心，虽然天明10年未归，但是知识是记在脑子里，能力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。口说无凭啊！你说能就能啊！既然如此，
那二位何不比拼一下？线下集团正在竞争龙湖地标的开发权，如果能拿下这个竞标，那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了。谁能拿下竞标，谁就有资格继承君临。你们意下如何呀？比就比。宋天明，要是我赢了，你立马给我滚出君临。行啊，但如果你输了，你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好啊，咱们两个抢。天明啊，陈伯伯很相信你。陈伯伯，你放心，这次竞标我势在必得。好。乾坤未定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天昊，我们走。天明，这次的竞标你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姐。虽然我这么多年不在，但是商圈的消息我一直有关注着。那就行，你需要什么帮助就跟姐说。好。天昊，你想赢那个宋天明啊，不会很容易，最好从那个踹他的女人那里下手。爸，连你也觉得我不如他是吧？你要知道，哪怕是他做了10年的窝囊废，他的实力啊，依然也是不容小觑的。他有实力，我也不差好吗？爸，你怎么能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呢？爸，不是不信你，天昊，你要记住，兵者诡道也，只有智取才是获得目的的唯一途径。我知道了，那个女人的姘头陈北川是咱们集团的，咱们可以从她入手。办公室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直接去就行。喂，杨老师，怎么了？打扰了，大小姐。明天是悠悠小姐的舞蹈比赛，我想问一下，太子爷要来吗？杨老师，天明明天会去的。虽然那个女人确实不怎么样，但悠悠毕竟是你的骨肉，女儿的比赛，爸爸怎么能不去呢？可是悠悠，她现在不想要我这个父亲。好啦，悠悠还小，难免会被误导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他爸爸，将来我们再好好教导就是了啊。我就知道他俩会捣蛋。宋天明果然是宋阳的小白脸，这下看婉晴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我？悠悠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一定是对我误解太深了。只要解除误会，她还会爱我这个爸爸的。天明，冉小姐，你也是来给你女儿舞蹈比赛加油的吗？好巧。你也是来给娇娇加油的吧？是啊，不过你可以不用对我这么客气，叫我玲玉就好。好的，玲玉，咱们一起进去吧。我们悠悠啊是最棒的，这次一定夺冠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有陈爸爸的鼓励，我就更有信心了。悠悠，加油！妈妈相信你。妈妈，你脖子上怎么有那么多红点点呀？因为我不想被你传染艾滋病。难道天明说的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这一定是你对什么过敏了。宋天明他能做别人的情夫，傍富婆骗你，那骗你得病那也很正常。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？妈妈，你不用难过，你还有悠悠和陈爸爸呢。婉晴，你放心，我才是那个能带给你悠悠好日子的男人。哎，天明，你怎么不进去？他们你认识？我的妻子和女儿，还有他的情夫。什么？什么？他们都这么明目张胆了？天明你……没关系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妈妈，宋叔，你们怎么一起过来了？你宋叔叔的女儿今天也要参加舞蹈比赛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啦。娇娇今天比赛也要加油哦。叔叔先把花送给女儿。怎么，今天没有跟富婆联络感情，有时间来看女儿比赛了？什么富婆？我就是给悠悠比赛来加油的。悠悠，比赛加油！我才不让你的破花！宋悠悠，
你怎么能把宋叔叔给你的花扔掉？娇娇，你认识悠悠？他可是梁丽萍老师的徒弟，谁不认识啊？不过没想到宋叔叔的女儿居然是他。我想扔就扔，关你什么事？这花可是宋叔叔的心意，我连他这个爸爸都不稀罕，会稀罕他送的花吗？陈爸爸送我的有花，这破花谁爱要谁要。我不允许你这么糟蹋宋叔叔的心意，这花你不要我要。亲生女儿弃如产妇的心意，娇娇却视如珍宝。娇娇，这个花脏了，宋叔叔改天再给你买新的。婉娇娇，你是不是自己没有爸爸，所以看谁的爸爸都想上去讨好啊？那怎么了？宋叔叔那么好的爸爸，谁都想要。我和妈妈都喜欢宋叔叔，我就是想要宋叔叔做我的爸爸。娇娇，你就算再喜欢宋叔叔，也要注意言辞啊。宋天明，你还真是有本事啊！勾搭一个富婆不成，还要勾搭2个。你说话别这么难听，我跟天明只是从小认识的朋友关系而已。哦，原来是青梅竹马旧情复燃啊！我说你怎么身无分文就走了？原来早就找好下家了是吧？林婉晴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和林玉是清清白白的。都叫得这么亲密呢，还清清白白。不过这位美女啊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就是一个一无是处、只靠老婆的窝囊废。陈北川，你竟然还敢对我不敬！看来上次降你的职还不够。你信不信？这次我让你滚出君临！婉晴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要把我赶出君庭。宋天明，你以为傍上富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北川可是通过自己的能力进入金陵集团的，你以为他会怕你这个小白脸吹的枕边风吗？你说我是暴富婆的小白脸？婉晴说的没错呀，我可是还有你和人家搂搂抱抱的照片呢。什么照片啊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？死鸭子还嘴硬，我就让你当着众人的面狠狠的丢脸。你是说天命勾搭的富婆是宋雅？没错，我劝你离这个脚踏3条船的渣男远一点，免得被骗身又骗财。陈北川，你疯了吗？宋雅明明是天明的亲姐姐，怎么胡乱造谣啊？美女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不会还以为这个窝囊废他是君临集团的太子爷吧？别搞笑了，我们可是亲眼看到君临集团的太子爷可是宋天浩。太子爷，您竟然真的来了！好久不见，梁老师。梁老师，您是不是认错了？他一个小白脸儿，怎么可能会是太子爷呀？当年宋老爷赏识我，宋家帮助我，这才有了今天。我曾不止一次见过太子爷，怎么可能会认错？你又是你，梁老师，你之前不是因为北川是君临集团的经理，所以才收悠悠为徒的吗？我想林夫人你是误会了，她一个小经理，恐怕还请不动我。之前是因为大小姐说让我给太子爷的女儿做导师，我这才来。我一直侮辱的人是我的大老板。太子爷，我之前不是故意的，你能相信吗？陈北川，从现在起你被君临开除，赶紧滚回去收拾东西吧。太子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不该侮辱您，我不该造您和宋总的谣。您大人有大量，你放过我吧。一个小经理竟敢侮辱太子爷，真是理所当然。陈北川，你这个吃软怕硬的卑鄙小人，我们君临可要不起你。天明，北川他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你就别赶尽杀绝了。他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还在帮他，你们的感情真的是情比金坚呐！太子爷，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给我滚！别在这碍我的眼！宋天明，别再让我找到机会，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宋天明，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你在惊讶什么？之前的我不是被你丢掉了吗？不是的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都让我看不太清楚。还有啊，梁老师不是你找来教悠悠的吗？你怎么没有告诉我？
我跟你说，你会相信吗？看，你永远不会相信我的话。林小姐，你们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。天明为了你拒绝豪门联姻，放弃了豪门继承人的身份，照顾了你10年，你连这点信任都不肯给他吗？太子爷对你和悠悠掏心掏肺，你却如此待他，我真是替他感到不值。爸爸竟然摇身一变，比陈爸爸还厉害，就连杨老师都是因为爸爸才收我为徒，那跟着爸爸以后会更风光。爸爸，宋叔叔他们不相信你，娇娇和妈妈信，娇娇最喜欢宋叔叔了。谢谢娇娇，宋叔叔也喜欢你啊。这是我爸爸，又不是你爸爸，你凭什么碰我爸爸？娇娇，你没事吧？宋叔叔，我没事。宋悠悠，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宋叔叔，还天天叫人家爸爸，你都不要宋叔叔了，我还不能要？不能！我这个亲生女儿也总比你这个没爸爸的爷种好吧？宋悠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娇娇呢？悠悠怎么会说出这么坏的话？难道真的是我对他疏于管教了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是我爸爸，怎么不帮我，反而帮一个外人？悠悠，小孩子是不能说脏话的。你爸爸说你是因为你说的话不对呀。还有，我女儿才不是什么野种。娇娇虽然没有爸爸，但还有我这个妈妈。妈妈，我不想被人家说是野种，我也想有像宋叔叔一样的爸爸。娇娇，别哭啊！以后宋叔叔就是你的爸爸，宋叔叔会保护好你，你不会再被别人欺负了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做娇娇爸爸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太好了，娇娇也有爸爸了。不行，你给我滚出去！爸爸是我的，你凭什么跟我抢？够了，宋悠悠，我是怎么教你的？赶紧给娇娇道歉。我不要道歉。好了，天明，孩子还小，不懂事儿。不行，看他就是被惯坏了，小年纪口无遮拦。我今天必须让他认识到错误。我不要道歉，他和我抢爸爸，还要让我道歉。宋天明，你这么凶女儿做什么？这女孩我知道，她就是一个被收养的孤儿。悠说的也没错呀。我说悠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，原来都是你教坏的。你到底是怎么当妈的？这怎么坏了？你身为悠悠的爸爸，却要当别的小女孩的爸爸，她吃醋不是很正常吗？她吃醋正常。当时悠悠叫陈北川爸爸的时候，我心里是什么滋味？这不一样。好，我不想跟你争辩，无论是因为什么，今天悠悠必须道歉。我不要道歉。悠悠做错了事情就要勇敢承担责任，勇敢承认错误，并给予道歉的才是好孩子呀。好，阮娇娇，你今天让我道歉，可以。你有本事就在舞台上赢了我啊！我跟你比，不过如果我赢了，你不仅要给我道歉，还要把爸爸让给我。可以，怕你不成？有请参赛小朋友们上台。我的导师可是梁老师，这次比赛我赢定了。那又怎样？我的舞蹈一直不比你低，我相信杨老师一定会公平公正。我宣布，本次比赛的获胜者是阮娇娇同学。怎么可能？刚刚看悠悠跳舞天赋那么高，还以为娇娇会输呢，没想到竟然险胜了。悠悠这个孩子就是太自负，有天赋，但是底子没有娇娇好，估计平时没有怎么锻炼，以后得多多监督他才是。悠悠相比其他的孩子已经很优秀了，他不就输了一次吗？你就要否定他所有的努力吗？我没有说悠悠不好啊，我只是想让他以后更加努力才是。我看你就是跟别人好了，所以爱屋及乌，觉得人家的孩子哪都好，看悠悠哪都不顺眼。你晚晴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把别人的想法带入你的想法里面？再说了，承认别人孩子优秀很难吗？我又没有说悠悠不好。宋悠悠，我可是赢了。
愿赌服输，你不仅要给我道歉，宋爸爸也是我的了。你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啊！悠悠，悠悠，悠悠怎么样？悠悠，妈妈，悠悠好疼。先别着急，救护车一会儿就到。你是怎么从台上摔下来的？是他害我的，不是我。娇娇，妈妈相信你，你就把事情经过说出来就行啊。是悠悠，他刚才想推我，然后自己掉下去了。要不是你，我才不会掉下去的。悠悠，你先休息，妈妈相信你。悠悠怎么可能推别人下台呢？你说谎也不能说的真一点。娇娇没有说谎。天明，娇娇从来不说谎的呀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悠悠在诬陷你们了？好了，小孩子可能说不清楚，我们还是看监控吧。爸爸，你竟然不相信我！悠悠，我来吧。既然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相信，你何必在这里假惺惺？我不是不相信悠悠，我只是站在公正的一方而已。悠悠需要的是你给她撑腰，而不是你当一个判官。我只是想给两个孩子一个公正，这难道有错吗？不是你的错，天明，抱歉，终究是我们给你添麻烦了。宋爸爸，对不起。娇娇，你不用道歉。宋爸爸相信你不是一个故意伤人的孩子。我们等监控出来，就真相大白了。谢谢你的信任，天明。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悠悠怎么样。走。孩子现在大出血，需要紧急输血，医院事故告急，你们看谁能献点血？我可以，我来。不可以。你身体素质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身体绝对没问题啊。不行，他不可以去。孩子现在紧急需要输血，先生，你多耽误一点，孩子就多一分危险。抱歉，他真的不可以，因为他感染了艾滋。他感染了艾滋。什么？艾滋病？宋天明，这都什么时候你还诬陷我？耽误了悠悠的手术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护士小姐，我没有说谎，我不可能拿我女儿的生命开玩笑。这位女士，你脖子上的红斑确实是感染艾滋病的先兆，你差点害死了你的女儿。那我女儿怎么办？护士，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救我的女儿吗？现在去别院照血肯定来不及了，除了相同血型，就只有 Rh 阴性血能够给你女儿输血。我来，我是Rh阴性血。凌玉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没事，能帮到你就好。帮我照看娇娇，跟你走。悠悠没事了吧？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凌玉，这次真的很感谢你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真的无法想象悠悠能怎么样。悠悠没事就好。装什么装？你献血不是应该的吗？要不是你们把悠悠推下台，她现在能受这个罪吗？够了，林婉晴，人家林玉不计前嫌，给我们家悠悠献血，你不仅不感激林玉，还要诬陷娇娇，你到底有意思没有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我女儿还躺在这里昏迷不醒呢。我说这个当事人两句怎么了？我说这个罪魁祸首两句怎么了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来，这就是悠悠掉下去的真相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。真的是悠悠自己掉下去的。林婉晴，你永远是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，永远都是这样是非不分。娇娇，抱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的，宋爸爸，你可是自始至终都相信娇娇的，娇娇更喜欢你啦。娇娇真乖。
林婉晴，你看看，你还不如人家一个孩子吗？娇娇，抱歉，是阿姨误会你了。好了，悠悠也不大碍了，我还要送凌玉和娇娇回家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走吧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。香不香？来喽，新鲜美味的鸡汤出炉喽！哇，好香啊！宋爸爸好厉害！谢谢你，天明，还专门为我下厨。你今天为了悠悠可是大出血了，我要不给你做点鸡汤补补，我这良心都过不去。来，我给你盛。哇，有宋爸爸在也太幸福了吧！你个小馋猫，我看你啊是馋宋叔叔手艺了吧？在林婉晴的长期打压下，我竟许久都没有感受到这种温馨的幸福感了。哟，收拾的真干净啊！喏，你的开除通知。有些人呐，也没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还敢招惹太子爷，没被整个行业封杀，都算是轻的了。闭嘴！收起你那副嘴脸！我就算被开除了又怎么样？以我的能力，有的是人抢着要我。就你，别异想天开了。外界要是知道你得罪太子爷被开的，看谁还敢要你！不就是得罪了宋天明吗？别人不敢要你，我宋天浩敢。二爷，二爷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有事找他说。好。看来这人不是太子爷，地位也不比宋天明差多少。要是我能巴结上他，说不定还能有扳倒宋天明的机会。陈北川，听说你把宋天明的老婆给勾搭了？不，我跟他只是朋友关系。你慌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勾搭他好啊！啊？以后你就在我手底下干，整个集团没人敢得罪你。我说的。不过嘛，谢谢二爷赏识。二爷以后有什么吩咐，北川定当万死不辞。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。最近啊，我要跟宋天明竞争龙湖开发权的竞标，这关乎着我是否能夺得继承权。我要你接近他老婆，帮我得知他宋天明的竞标低价。窃取竞标方案可是犯法的。你觉得你得罪了宋天明，就算不跟我站在一边，你的日子能好过到哪去？要我说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嘛。二爷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好好干啊！等我拿到了君临的继承权，你就是新一代的元老。婉晴啊，在哪儿呢？啊，医院啊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还这么年轻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艾滋病从病发到死亡最快3个月，我走后，悠悠可该怎么办？婉晴，你说悠悠受伤了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悠悠没事儿，有事的是我。婉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告诉我，只要我能帮得上忙，我肯定帮你。宋天明说没药，可能就是为了报复我，说不定北川有办法呢。北川，我确诊了艾滋。婉晴，你是不是又听宋天明乱说话了？你还不知道，他的话不能信。不是的，这是真的，这就是确诊单。天明现在也不肯帮我找阻断药，北川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
林婉晴竟然真的感染了艾滋，还好我做过检查，没有被感染。她刚刚竟然还摸我，真是恶心。婉晴，你放心，这次我差点被撤职，不过还好碰到了赏识我的二爷，才保住了职位。只要二爷开心，不就是阻断药吗？他一定会送到你手上。那二爷，我要怎么做他才能帮到我？最近宋二爷在和宋天明抢夺继承权，只要我能得到宋天明的最低报价，宋二爷一开心，什么阻断药还愁送不到你手上。不行，我不能再做伤害天明的事了。裴川，我得考虑一下。不过婉晴啊，时间不等待，你这个病可耽误不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原来这就是他认真上进的样子。你愣着干什么？我很忙的，你有什么话就说。天明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漠？我的冷漠不是你造成的吗？你以为我还是你之前的那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宋天明？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但那都不是我的本意。如果你只是想来说这些，那对不起，我没空听。不是的，我是因为生病的事情。如果你还生我的气的话，看在悠悠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再帮我找一份阻断药？悠悠不能没有妈妈。之前的10年是我一厢情愿，事到如今我也不想恨来恨去的了。但是阻断药真的只有一颗。你身为君临的太子爷，却连颗药都不愿意给我找。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凌玉，悠悠生病了。啊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10年的感情，你要亲眼看着我死掉吗？林婉晴，你现在可以做的，也是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遵守医嘱，接受保守治疗，或许还能坚持得久一点。我有事先走了。宋天明，既然你如此不留情面，那就别怪我狠心了。陈北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见过太子爷，承蒙二爷的赏识，我呀现在是二爷的私人特助。宋天昊，你还真是饿了，真是什么人都敢要。你还有闲心管我身边都有什么人？不如想想等会儿竞标失败以后，以什么样的姿态滚出军营吧。你孰胜孰败，最终还没有揭晓。你怎么那么肯定你能赢？这竞标现场那边还没有传来消息，以太子爷的能力，怎么可能会败？太子爷10年前就已经玩转商圈了，应付这种小场面还不是绰绰有余。人有失足，马有失蹄。我劝你们啊，还是别高兴太早。结果出来了。喂，说。太子爷，不知为何，二爷拿我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体量，我们失败了。什么？失败了？怎么可能？太子爷竟然竞标失败了，那赢的岂不是？没错，我们刚得知信息，我们已经成功的将龙湖新城的开发权给拿下了。周天明，愿赌服输，你是不是该滚出军营了呀？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底价？你这分明就是在作弊！大小姐可不能空口无凭，要拿出证据。是你指使林婉晴去盗窃竞标机密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场竞标既然是我宋天昊赢了，这继承人的位置我就笑纳了。等一下，凌玉，你怎么来了？专门来帮你的。宋天明，你还真是个窝囊废，竟然想着靠着一个女人帮你夺回继承人的位置，你搞笑不搞笑？怎么不能？我阮氏集团阮玲玉今日以整个阮氏集团为嫁人，嫁给宋天明，现在加上我阮氏集团倾囊相助，这继承人的位置，大家选谁呀？
那还用说吗？你也选太子爷呀！宋元两家强强联合，拿下整个商圈也指日可待呀！你大可不必委屈。不许拒绝我，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，这次我嫁定你了。好。宋天明，如果不是有女人帮你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休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也不看看你用的是什么肮脏手段！我们天明有女人愿意让他靠着，你管得着吗？官员，陈北川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君临在整个全行业封杀，这就是你盗窃集团机密的代价。太子爷，都是宋天豪他蛊惑我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再说，机密是李婉听到的，求你饶了我吧！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妈妈，你都变成这样了，怎么还不让我联系爸爸？妈妈做了太多错事了，我不被见到的。不，我今天一定要让爸爸来。喂，爸爸，妈妈快要死了，你快来医院！悠悠，爸爸，我好怕，妈妈她……天明，你来了。你都这么严重了，怎么都不告诉我？是我不配，我愧对于你。有些事可能你不知道，你竞标低价的事儿是我泄露的。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。我们做了10年的夫妻，我怎么会把你赶尽杀绝呢？只是到最后你也不愿意相信我。天明，如果当初我没有信任北川，也没有跟他走得太近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？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，我不配得到你的原谅。悠悠也是因为我管教不好，才变得这么不懂事。可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以后只有你一个人，也答应我照顾好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对悠悠的爱从来都没有变过，我不会让她受委屈的。悠悠，照顾好自己。妈妈，我会的。妈妈。悠悠。爸爸一定会给你想要的生活。 사랑한다는 걸 사랑해